嗨，大家，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，如果可以时光倒流的话，我会如何跟当初学画画的我给的建议。好饶舌的一个 title。然后我会看一下我的笔记，所以有时候会低头看。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有构图的概念。我举例来说，这是一个画布。那当初学画画的时候呢，我可能就是会想说我要开始画，然后我就选定一个点，在这边好了，开始画，然后画好之后呢，结果所有的东西都挤在这里，所以呢，当然没有不好，就是一个过程。但是如果我可以回到过去的话，我会告诉我，先有一个构图的概念。比方说，我会先想我要画什么主题？比方说是一个美人鱼，然后看着贝壳好了。那所以美人鱼跟贝壳就是我的主角，所以我要先思考我的主角要放在哪里。这里有一些不同的构图的逻辑，你只要就是按照任何一个你想要的方式去创作，那会比你直接选一个点开始画，结果画到最后发现都挤在一坨的作品来的，会专业的多，也会比较好。对，所以这就是第一点。我的 Procreate 奇幻插画线上课程目前已经在 Utah 募资成功了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下面的链接查询更详细的课程介绍。第二个就是，如果我可以回到过去的话，我会告诉当时的我说，不要急着赶快画，我觉得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在脑中先架构你要画些什么。像是画一个故事的话，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故事的细节，或是你可以放入道具会有什么，这会总比你直接进入画布中，然后开始就是边画边想，速度上会来得比较快。那因为你有先经过思考跟设计的话，你的作品的完成度也会比就是边画边思考的完成度更高。我觉得以初学者来说，不管你只是就是一条线那种火柴人，我觉得都没有关系。但是你画的作品没有一个主题，没有一个点，没有一个梗的话，不管你画的多美，就是还是会比你只是画火柴人还要无聊。所以我觉得那个脑中的东西会比技巧来的重要，对初学者来说，因为技巧这个东西是真的，你可以随着时间而进步的。再来就是颜色，我会常犯的错就是我没有先。就是太随性了，就是并没有事先的去规划说我要画什么颜色，或者是可能边画然后就突然心血来潮想加一个什么颜色，但是就是你没有事前先去设计过的话，到后面当然有可能会很好，就是很 surprise， 但当然也会有可能所有的颜色都糊在一起，然后没有什么深浅对比。所以呢，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会多做一个步骤去检视我的饱和度。应该说颜色，我在我的线上课程有特别的说，颜色它是有重量的。对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以前学画画的时候，就是听老师这样讲，所以就一直在我脑里。因为颜色是有重量的，所以你不能因为色相。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个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色相，去干扰那个颜色的重量，因为重量才是造就整个作品精彩度的关键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要多一个步骤去，比方说拉掉所有的饱和度，然后去检视一下你的作品它的饱和度跟你要表达的主题有没有清楚。饱和度有做到了，那不管是什么色相，其实你的基底就都已经打好了。所以我会告诉刚学画画的我，一定要多这个步骤，真的是过来人的一些建议。对，没错。再来呢，我会告诉我自己，因为我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，我会想要成就感嘛，所以我会画比较炫。那个成语我不会用，
像是很漂亮的模特儿在摆拍的感觉，化妆化得美美的，然后衣服很特别，然后但是她就是一个模特儿，就是一个摆 pose 的模特儿，她没有一个情绪，她没有一个灵魂。创造灵魂的是这些身上的东西跟可能灯光。那他这个模特他只是摆 pose 而已，所以没有一个可以让观众再去思考，或是就是没有灵魂。当然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作品，因为我是告诉以前的我嘛，所以就是我的目标的话，我是希望是这个作品它不是只是漂亮而已，它不是一个可爱或是漂亮或是一个态度。我是希望我的作品会有一个共鸣吧，或是一个让你觉得里面的角色是活的。我觉得那是我想追求的部分，对，就是没有对或错，但是我自己追求的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，希望在创作一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会再去多花时间去思考，说这个角色是什么个性。比方说，我是一个个性很骄傲，然后很强势的人，所以，比方说我遇到一个情况，我需要，我可能滑倒好了。那这个骄傲的人滑倒，他的姿态就会比普通人滑倒姿态会不一样吧？可能骄傲，他可能就是会一个故作震惊的表情，或者是一些小动作是可能普通的人不会去做的。所以你可以再去设定一个目标，一个个性，然后你再去挖出一些他可以表演的一些小点子。虽然说只是很简单一个动作，可能只是滑倒或是吃东西，对。你只要把你的角色再去更深一点的挖进去他的一些细节，那我觉得你的角色在作品上呈现出来的感觉一定会有趣一点。再来是，等我一下，最后一个，对，同温层。我觉得我刚开始作画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是太封闭吗？就是全部都是我自己画好之后呢，我再分享，所以就是一个可能是称赞我就会很开心，然后如果没有人关注或是没有人称赞我就会难过，就是一个很非黑即白的感受。所以如果我能回到过去的话，我会希望当初的我呢可以多接触一些像是社群，像是 Facebook 可能在讨论画画，因为像我觉得我会有这种感受。等我一下。太吵，因为我旁边是马路。好，因为我现在是在做线上课程嘛，然后它有一个是讨论区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可以让我的学生们在里面讨论各自的作品啊，然后像我有一些想法，我也会直接在上面跟大家讨论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我当初学画画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耶，因为真的有很多盲点是你靠你自己去画，靠自己去查，你是会看不到的，因为你就是觉得是那样，所以你会去查的东西就是那样，所以你就只能这样子走。但说不定你去接触更多不同的想法，或者是技巧，或者是各种观念等等，我觉得越多的意见会帮助最一开始你要学画画的，你的那个画画的就会比较打开，就不会这么单一。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同温层这件事是一个很棒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羡慕现代的要学画画的人，你们有非常好的资源，像是 YouTube 啊，像我也会做一些 content 给你们。然后我自己也是蛮乐意去分享，因为可能有点想补足当初就是的缺憾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会觉得其实我很 enjoy 去分享，对，所以我会建议就是，如果是当初的我话，我会去多参加更多的像是社团或者是资源，对，没错。对啦，那就这样子，拜。